那大家看一下这些图像啊，这个图像呢，我们称之为视频的转绘。那这是原始的图像，我们从里边截取了一部分。那这是我们预览的一个效果。大家看一下生成的这些图像。大家注意啊，从左往右的话，我们来看，这个是一个完全动漫风格的，那么这个呢就偏向写实风格了。那这个呢是一个完全写实风格的，而且呢是一个西方人物的。那么这个是一个东方人物的，那这个跟这个其实呢是一样的啊，那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大家注意啊，我们生成的这种转绘的视频的话呢，不能说效果是最好的啊。那我告诉大家的这个方法应该是最简单的，或者说你应该掌握的一些 ComfyUI 底层的东西，它的启发的这种作用可能比你学习这种技巧的作用可能更多一些。那当我们重建这个工作流的时候，可能大家会有一些这样的感触啊。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要制作一个视频转绘的工作流的话呢，其实有一些技术可能我们看到了，但是呢包括官网上可能都没有讲的那么细啊。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深入去挖掘，然后去做一些示例的工作流。好，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怎么去做。首先呢我们新建一个工作流，这个呢我还叫 V to V， 就是视频到视频，然后呢我们把它去掉。这个核心技术当然就是 Animate Div 啊，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首先呢我们来加载一个视频，那我们上传一个，现在呢我们就有这样一个工作流。那么我们取里边的32帧，然后呢我们忽略掉前边的第180帧，然后呢我们每2帧取一个。先看一下效果，这时候呢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基本的动作啊。现在的预览是8帧的帧频，所以说你看起来可能比这个要慢啊。这个只是预览效果啊，不代表什么，后边呢跟你最终的这个呈现效果也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说呢这个大家知道就行了，主要是方便你看到你攫取了什么东西。下边呢我们把它编一个组，这个呢我们叫做 Load Video。下边呢我们做一个 SD15 的工作流，然后我把这个稍微的改一下。首先呢我们把所有的 LoRa 都 off 掉，所有的都是 off， 然后所有的都是 none 啊。然后这个我们一般用不到了，就是忽略掉第一层。在我们原来做 SD15 的时候可能会用到这个东西啊。另外提示词我稍微改一下啊，原来的话呢可能我们写的比较多，比方什么 full body 啊 wet dress， 这个我还是简单点来写，那我们写成这个样子就行了。当然你可以用 Florence 去写啊，这个呢我就简单一点，我们把它也编一个组。然后呢下边我们可以直接来进行采样生成一个视频。当然你现在生成视频的话呢，肯定是一个经过 Animate Div 采样的啊。先来加一个最普通的 Animate Div， 大家看一下，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最普通的 Animate Div。现在呢我们选一个，比方说我们选一个 SD15 的 V2， 或者是我们选一个这个 Temporal Div， 然后这是它的一个上下文采样的一个选项。然后这个采样的设置里边呢，我们开启了 Free Noise 啊，那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东西。下面呢我们可以采样生成一下，大家看一下 Sampler， 然后我们用 Get Node 去获取一下我们需要的东西。因为这个 Latent 的话呢，我们是需要单独设置一下的，所以说呢我们这儿来一个 Get Node， 然后我们将 VAE 给它拿过来，然后呢我们将 Resize Image， 就是我们重新设置大小后的这个图片。注意这个大小呢我设置的是544到960，其实我要设置的呢是540到960，但是由于它有倍数的这种约束嘛，所以我只能设置到544。这就是一个典型的9:16的这样一个比例关系啊，没什么特殊的。这个呢我们给它设一个变量，我们叫做 SD Latent。这个 SD Latent 的话呢，我们可以在这儿给它获取到。然后呢我们这儿设定一下参数啊，比方说呢我们同样是20步采样 8.0， 这个我们采用 OLA， 然后这儿呢我们采用Keras 1.0 采样。我们先看一下生成的效果。这儿呢我们需要加载一个显示视频的组件，帧频呢我同样设置成16，
然后这个类型呢我们设置成 MP4，这个很简单啊。下边呢我们把这个改成 fixed， 我们采样一下，看一下效果是什么样的。这儿呢可能没有设这个 model 啊，所以说呢我们这儿同样 get 一下。哦，错了啊，这个是死循环了啊，肯定它要崩掉。我们重启一下。现在呢我们重启起来了，之所以会死循环是因为我这儿用了 AD， 然后这儿还是 AD， 这个肯定不对啊，有点太想当然了。然后呢我们采样一下，看一下效果。当然这个采样生成呢不会有什么特殊的效果出现啊，我们只是看一个原始的一个情况。现在我们得到了一个视频，那这个视频的话呢，其实跟普通的文声视频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因为你现在的降噪是 1.0， 即便是你现在给到的 latent 是这个转过去的，但是呢，它本质上呢没有什么区别啊，所以说呢，这种东西跟你直接不用SD latent， 用一个空的潜在空间里边的图片其实是一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这样写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那我们可能想到怎么让这个视频和这个视频保持一定的这个一致性呢？其实呢，我们经常用的是 tile 模型啊，这个可能大家用的不是特别多。下边呢，我们来试一个，我们增加一个 ContourNet。这个模型呢，我会使用 tile， 大家注意啊。另外的话呢，这个所谓的 image 呢，其实我们就是原来的这个嘛，所以说就是我们的 resize image 啊，直接给它拿过来就可以，这个当然就没用了。下边呢就是我们的正向提示词和反向提示词，这个我们之前也有了，拿过来，这儿没选对啊，不用管它。然后这个也拿过来，正向提示词、反向提示词，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给它设置一下啊，所以说呢，我们来一个 set。这个呢，我们叫 CON 啊，就是经过了 ContourNet 的一个条件，正向的。然后同样，这是一个反向的。那我们可以直接先看一下效果啊，我们把这个给它改一下，我们改成 CN 加和 CN 减啊。好，我们再一次来生成。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加了 tile 模型的一个效果啊。这个效果呢，当然没法看啊，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话，这个 tile 模型的话呢，没有经过任何的处理啊，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这个 tile 模型，让它更好的发挥作用。那你会发现啊，它其实将这个人物的这种形态比较好的给展现出来了，就是动画的这个效果。所以说呢，这个 tile 模型是起作用的啊，只不过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强度给的太强了，但是你要是减弱它啊，还是有一些问题的。比方说呢，我们现在在这加一个软缩放，我这儿给到 0.825，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提示词更重要。我们再试一遍。大家看一下啊，那现在的话呢，其实我们就达到了一个所谓的转会视频的一个效果啊。由于我采用的是提示词更重要啊，而且呢使用了 tile， 所以说你会发现呢这个效果呢还是不错的。当你切不同模型的时候呢，这个效果也是不一样的。那假如说我们现在将模型切成 Juggernaut， 这是一个典型的写实模型，那我们来试一下。那大家看一下啊，那我们在切这个模型的时候，这个模型会有一些细节的差异性的变化，当然不是特别的大。比方说我们来试一下大家比较熟悉的 Realistic Vision，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大家看一下啊，那这个呢就稍微有点问题了，所以说模型呢对于这个生成的效果呢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啊。那下边呢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怎么能让它速度变得更快一点呢？其实呢有很多的方法。假如说你现在想保持整个的采样不变的话呢，那其实呢我们可以采用这样的方法。那我现在把这个 sampler 给它换掉，我们变成自定义的 sampler， 然后呢把这个都连过来。那这个我们就不要了。大家注意 not seed 呢，我们同样给它 fix 掉。现在呢主要是 sampler， 我们选一个。这个呢我们还是选 Ola。然后关键是这个 Sigmas 呢，我们可以采用一个技术啊，叫 Align Yourself， 这个可能大家很多人用过，
就是说我们可以做一个基本的对齐，这儿可以选类型啊，现在是 SD1 还是 SDXL 还是 SVD， 当然我们就选这个，它可以将采样步数有效的减少啊，比方说呢，我们将 Sigmas 呢给它换成10步采样。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将这个 CFG 值呢给它略微的降低一点，比方我降到5，然后呢，我们可以给它再一次生成，大家看一下这个采样速度呢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当然，这个最终生成的质量呢会有一定的降低，但是的确我们是在质量和速度中间呢再找一个平衡。大家看一下啊，虽然我减了10步，但是你注意这个质量呢并没有明显的降低，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加速生成的方法啊。但是这种加速生成的方法啊，它最有效的控制方式是在这儿，提示词更重要吗？所以说呢我们改一下提示词，看一下提示词有没有办法去控制我们整个的这个生成图像。比方说我这儿变成 red hair， 就是红色的头发，那我们看生成的图像是不是会有变化？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红色的头发，当你加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它对这个的影响呢，其实还是很弱的啊。所以说呢，虽然我们用了提示词更重要啊，但是呢，提示词对于最终的这个效果影响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大。原因是因为，那么一旦进行这种 animate diff 的不仅是采样，那么重绘能力呢就会降低。这个你一定要清楚，就是你可以用这种方式进行一个粗糙的重绘，有一些比较大的变化，就是当你改这个模型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将它改成写真式的卡通，那我们在这儿呢给它换成一个卡通的一个风格，那我们看一下，由于主模型变了，它有可能会对这个产生一定的影响啊。那其实通过这个演示呢，我们是给大家说，如果你采用这种标准的 animate diff 加上这种标准的模型呢，它的重绘能力其实是比较低的啊。那如果你想将这种重绘能力给它提上来的话呢，其实我们更多的是采用 LCM。比方说呢，我们下边来试一遍，我将这个换成一个 LCM 的这种采样器啊，这个呢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过啊，那这个就要求你这儿肯定是一个 LCM 的采样啊，那就这儿肯定是 LCM。其实这个地方用不用它就无所谓了，因为你必定就是10步采样啊，你要是用 LCM 可能也是10步采样，所以说呢这儿你可以换掉，换成 basic scheduler， 然后呢我们这儿选一个比方大家比较熟悉的 EDM-uniform， 这儿呢我们同样是采用10步采样。因为 LCM 就是降低采样步数嘛，然后这个呢我们给到 1.0 或者是 2.0， 这个我们给到 1.5 啊。LCM 它就是这样，那这个 CFG 值呢必须要降低，然后采样的速度会明显的加快。我们来看一下它现在的效果会是什么样的。这个时候呢 model 需要连一下啊。对啊，这个采样器不见得非用自定义的采样器，用普通的采样器也是可以的。大家看一下采样的速度会明显的变快。那你看一下生成的图像会有什么问题？再看一下这个就不清楚了，对吧？那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你这儿这个模型并不是一个 LCM 模型。比方我们换一个 Dreamshaper 8的 LCM， 然后我们加了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个 LCM 模型它采样出来可能就要清楚一些。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变得比较的清楚了。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非常清亮的一个外表，然后红色的头发。那由于呢我们现在这个 Dreamshaper 呢它并不是一个通用的模型啊，所以说我这儿可能写成卡通的一个风格呢，它没有表现得特别好啊。但是呢我们会发现提示词是的确起作用的，对吧？最起码红色的头发呢就已经出来了。那另外的话，有人说我现在如果没有 LCM 模型啊，我只有这种普通的模型怎么办？比方 Real Vision 啊，我只有这样的模型怎么办？那这个时候你就得加一个 LoRa。这个 LoRa 的话呢，我们在讲这个 LCM 的时候，大家注意，在你看 Animate Diff 扩展包的时候，我们点开这个 LCM 的部分，就这个部分，大家会发现啊，它有一个对应的模型和 LoRa 的一个下载。你去看这个 Files and Version 啊，它有一个 KPT 啊，也有一个LoRa。那所以说呢，你可以把这个 LoRa 下载下来啊。下载完了之后呢，我们在生成这个图片的时候，你可以将这个 LoRa 打开，然后我们选中一下这个 LoRa， 就是它。然后这个权重我们给 1.0， clip 的权重同样也给 1.0。然后这样即便是这种
普通的模型也是可以进行 LAR 采样的。再看一下这种效果呢也是有的，而且它其实比那个刚才的那个方式呢可能更好一点。你注意，除了背景比较花之外，我们会发现它有西方人的这个特点。然后呢，这个头发是红的，对吧？那当你切这个不同的模型的时候，可能呢我们看到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比方说呢，我们现在把这个卡通 style 给它去掉，只留下红色的头发。那我们切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麦菊V7，那就是东方人物的这种模型。那当我们去执行的话，那大家看到啊，现在这个采样的效果呢都是非常漂亮的。但是如果你希望它更漂亮一点的话，你可以进行一个面部的修复。这个用Impact 包的 Detailer 或者是 Face Detailer 都可以啊。我们用 Detailer 吧。那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是一个 ULV8 的一个脸部的检测器啊，然后这一个 Sam Loader 加在一个分割的模型。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检测器啊，注意一定是 Full Animated Diff 的，因为它跟普通的单张图片的检测器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经过我们一个 Animated Diff， 然后来处理一下就行，然后再把它粘回去啊，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流程。这个流程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啊。首先呢，我们来拿到我们的图片 Get，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 Render Image， 连过来。这个 Basic Pipe 呢，我们可以直接来生成一个啊，让我们用一个 To Basic Pipe， 然后直接生成一个就可以了。这个 Model 呢，当然就是我们的 AD Model， Animated Diff 的 Model。这个 Clip 当然就是我们的 Clip， 然后 V1， 这个正向的条件你可以写一个 Beautiful Face 或者 Detail Face， 这是可以的。你不写呢，其实问题也不大。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 Basic Pipe 呢就算是做完了，拿过来。别的我们看一下需要设定一下，就是这个 Get Size 呢，我们给它设的大一点啊，我们设成5:2，你要保证每个脸呢都会被修复掉。然后采样的话呢，我们同样是通过10步采样，然后你注意这个 CFG 值呢，我们先给到1，比较保险一点。然后呢，这个采样呢，我们采用 LCM， 跟你这个生成的时候的采样是一样的啊。这个呢，我们采用 SGM-Uniform。这儿呢我们 0.5， 因为待会儿要给它粘回去嘛，所以说呢，这个我们都需要连上啊。这儿给它连上，这儿呢也给它连上，生成一下，看一下效果。注意啊 ，Animated Diff 的脸部修复呢不会那么的明显。有的时候呢，尤其是我们采用 0.5 这样的降噪系数的话，可能并不像单张图片那么的明显啊。所以说呢，我们可以适当的调大，但是你调大之后，它可能和原来的一致性呢就没有那么强。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修复之后的这个效果。这个它的面部呢，可能就没有刚才那么的闪烁啊。你注意这个脸呢，它就会有一点闪烁，但是呢，这个脸会比较清楚。这个脸呢稍微有点模糊，那这个你可以怎么处理呢？其实呢，你可以这样啊，我们将它的 CFG 值呢稍微的调大一点，比方你可以调到 1.5， 我们来试一下。大家看一下，可能就会有一定的这个提升。当然你还可以调的再大啊，比方 2.0， 但是尽量的不要超过 2.0 啊。大家看一下，也就会清楚很多。那这就是我们说的将视频转绘一个最简单的方法，这是原始的啊，这是我们转绘之后的。那明显我们在色彩上呢会得到很大的一个提升。当然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你可以通过切模型来完成你想要的任何的一些效果啊。这儿我是麦菊 V7 嘛，比方你要换成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Real 卡通啊，它就是一个卡通风格的。但这儿的话呢，你可以写一下啊，我们这儿写一个 Animate Style 嘛，啊，就是一个动画的风格。注意啊，这是原来的。这是我们做的第一个，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这个空间不一样啊，可能对不起。再看一下，它就是一个动漫风格的。然后我们再看脸部修复之后的效果。再看一下，这是动漫风格的，对吧？非常的清楚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个别的模型，这儿我的模型不太多啊，我们换一个西方人物的，Realistic Vision 这个，然后我们再生成一遍。
那我们看这个效果，看着这是一个西方人物的，可能呢这个模型对于背景的处理呢并不是那么的到位，但是总体上来看呢，我们会发现，那么各个模型呢基本上呈现了自己的特点，那你希望用哪种方式去转绘呢，就可以用哪种方式。所以说呢，你可能看到很多的教程，它用了 IPyData、ControlNet 一堆，那么它出来的效果可能还不能非常好的保持这个一致性。那所以说呢，我建议你先不要用那样的工作流，不是说那样的工作流不好，而是说你先要掌握用最简单的方法进行视频转绘，在这个基础上你可以加自己想要的一些效果。让我说的很多，核心的组件就一个，还有大家呢可以回头自己试一下。好，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